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沧海传》为何火爆出圈？第4点最关键。2025年上半年，一部融合悬疑、冒险与东方文化美学的古装剧《沧海传》悄然上线。然而它的走红却是席卷性的豆瓣开分 8.6， 微博热搜频频霸榜，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58亿次。对于这样一部剧为何能迅速掀起现象级讨论，不少业内人士与观众将其称为国产剧的一次重大跃迁。事实上，《沧海传》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从主创团队的黄金阵容，到类型突破的叙事创新，再到演员与角色的完美契合，以及文化符号的当代表达，其中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具价值深度的，正是第4点文化符号的当代激活。它在悄无声息中引领了观众对于国产剧审美与价值的重新认知。1. 黄金主创阵容，品质的底气所在。《沧海传》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背后顶级的主创团队，导演郑晓龙与编剧赵东陵的强联合，让观众一开始就对该剧充满信心。郑晓龙早年打造过《甄嬛传》《芈月传》等口碑爆款，其在权谋叙事、人物群像、历史质感等方面的掌控力毋庸置疑，而赵东陵则以《红高粱》《幸福到万家》等现实题材作品著称，擅长在戏剧冲突中揭示人性深层的复杂。此外，该剧在美术、服装、道具上的制作也堪称电影级。据百度百家号报道，剧组在横店搭建超过3万平方米的实景，一还原了西藏古格王朝遗址，采用考古式拍摄理念，强调还原感与沉浸感的双重统一。美术指导韩中甚至从敦煌壁画中提取色彩体系，使整部剧呈现出一种庄重与奇幻并存的视觉风格。这些匠心细节成为剧集品质最坚实的保障。2. 类型创新突破，悬疑叙事搭配东方哲思。《沧海传》并没有落入古偶加宫斗的俗套窠臼，而是大胆采用探案加解谜的双线并行结构。在故事设定上，主人公沧海骁战士是一个神秘家族的后裔，为了追查20年前的灭门惨案，不断穿梭于西域古国遗迹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揭示出海上丝绸之路背后的惊天阴谋。这种将达芬奇密码式的文化悬疑与鬼吹灯式的冒险元素融合的叙事方式，使《沧海传》在内容层面极具吸引力。不仅如此，剧中大量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卦象、星象、符号学等元素，使得剧情充满知识型悬疑的色彩，即大地满足了观众对于猎奇与智性挑战的双重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沧海这个名字本身也暗合《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在结构之外更有哲学深度的支撑。3. 角色与演员共振，肖战诠释现象级人物。肖战饰演的沧海一脚成为本剧爆火的视觉与情绪锚点。不同于以往脸谱化大男主的设定，沧海这个角色兼具温文尔雅的贵公子气质与决断果敢的冒险家性格。他在家族灭门的惨痛经历中成长，在阴谋与历史交错中不断寻求真相，性格弧光十分饱满。据影视观察站披露，为了完美诠释这个角色，肖战在进组前便花费半年时间学习藏传佛教礼仪、唐卡绘画、文物辨识等技能。剧中超过90%的近景镜头坚持不用手替，尤其在第12集血染佛窟中的一场长镜头独白戏，其情绪推进和内心挣扎表现被专业影评人盛赞为古装剧表演的新范式。此外，剧中女性角色如汪藏云、张静怡是同样出彩，她在权谋漩涡中所展现出的谋略与坚韧，为全剧带来了极强的性别张力，打破了古装剧中男强女弱的陈旧设定。4.
文化符号的当代表达，让传统真正活了起来最关键。如果说前3点是打造《藏海传》品质的外壳，那么文化符号的现代激活才是让这部剧真正活起来的灵魂核心。《藏海传》在文化表达上的严谨与创意，堪称国产剧中少有的教科书级范本。剧中大量道具、器物均有真实历史依据，例如天珠罗盘的纹样，参照的是故宫馆藏元代宣德金牌。角色服饰上的八宝吉祥纹也并非图案拼贴，而是由非遗传承人纯手工刺绣完成。这种将历史物件活化于镜头中的方式，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推进剧情的载体，而非简单的装饰。更巧妙的是，《藏海传》虚构了一个藏海家族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守护者，通过这一设定，自然串联起泉州港、占城道、青铜铭文、航海符号等一系列真实历史文化符号。这种做法不但丰富了剧本的世界观，也赋予其宏大的文化背景，使得整部剧在娱乐的同时，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的功能。Mizaker 在深度报道中指出，观众弹幕中频繁出现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之类的评价，恰恰说明《藏海传》打动人心的关键，不是炫技的视觉奇观，而是让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既严谨又时尚的方式重新活了起来。这才是该剧真正突破性的所在，它不再用仿古的形式包装当代偶像，而是让真正的古意融入人物命运与情节逻辑之中，完成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唤醒。5. 精准宣发与全民互动，从屏幕走进现实。在当今内容过载的时代，一部好剧如何成功出圈，除了内容本身，宣发策略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藏海传》深谙此理，充分利用 Z 世代的媒介习惯进行创新传播。早在开拍初期，剧组就通过一组概念动态海报惊艳亮相，采用 AR 技术扫码可查看立体化的家族徽章，一天内转发量破100万。播出期间，官方联动全国20座城市博物馆，发起古法密匣线下解谜活动，让观众在现实中解锁剧情线索，实现剧内剧情向现实生活延伸的闭环体验。二创方面，从汉服造型、历史文物科普到藏海心理分析与文化梗图，相关内容在 B 站、小红书上不断发酵，形成极具生命力的跨圈层传播现象。6. 行业启示，新一代国剧的出海样本。《藏海传》的成功不仅仅是一部剧集的胜利，它在行业内带来了深远启示。当前古装剧常陷入仙侠宅斗等套路疲劳，而《藏海传》通过类型融合与文化深挖，成功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叙事通路。该剧还首次采用季播制模式，首季仅12集，极度精炼，避免注水。海外方面，《藏海传》同步登陆 Netflix、Disney+ 等平台，单集售出价格创下华语剧集新纪录。这种制作思维与国际视野，为国产剧走出去提供了实操模板。正如剧集总制片人所言，我们不是在拍古代，而是在拍古代智慧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这句话也正道出《藏海传》火爆背后最值得铭记的创作初心。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藏海传》用一部剧完成了一次文艺回应。当观众不再满足于前层娱乐，而追求精神丰盈与美学启迪，真正尊重文化、打磨细节的作品自然能引发热潮。而这股藏海热，或许正是国产剧向内生长、向外破圈的转折点。随着第2季剧本进入创作阶段，这场关于东方奇观的叙事盛宴，正在改写国产剧的想象力边界。